乱世烽烟，大明将倾。秦良玉将军提一杆百杆枪，率数千巴蜀子弟，万里秦王，血战京师。杀！唯有他，以古稀之年独守川蜀，撑起南明最后一片天，终是英雄迟暮，油尽灯枯。守此土，母父明恩，绝不降清。这一次，绝不让忠臣孤军奋战。3日后，百杆兵进京。臣等请陛下示下。为燕乱政久矣，朝纲尽毁。此番百杆兵密入京，只为清阉党，肃朝纲。李邦华掌京畿防务，李若莲督锦衣卫监察朝臣，方正划控御马监兵权，王承恩掌内宫消息，各司其职，半分风声不得漏。违者以同阉罪论处。臣等愿追随陛下，为大明死而后已。按计划，即刻行事。是，属下告退。终于等到了，有百杆兵坐镇，有中将辅佐。这风雨飘摇的大明，我定要为他续命300年。这批新到的货色不错。是啊，价格也公道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城里要办大事了。京营号称京城精锐，跟太监禁军比，到底谁更能打？自然是京营，太监军不过花架子，撑不起场面。别争了，京营和内操军都是中看不中用，真打仗还得靠边军。要我说，不如把川地百杆兵拉来，才是真磨刀石。还真能，百杆兵离北京不足200里了。三娃子，胡说八道！百杆兵在四川，怎会来北京？是真的，我城外送货，听商人们说的。大家快跑，快跑！百杆兵真要进京，这京城要变天了。宵禁！无礼大人手令，任何人不得出门。闪开！紧急军情面圣，耽误了你担待不起。打手令，前几日违令的下场，您清楚。百杆兵奉旨入京的消息传遍9城，各地官员惶惶，连夜登门求见，皆被拒之门外，无一破例。巡夜兵卒听到消息后，窃窃私语：王哥，真有军情怎么办？轮不到我们小人物操心，只管执行陛下的命令就够了。走，继续巡检。陛下究竟听信何人谗言，竟骤然急召秦将军回京？百官已至午门，即刻依次入殿，肃静朝参，不得喧哗。皇爷，百杆兵消息传遍京城，大臣全被巡城司拦下，尚未互通消息。宣大臣觐见。陛下，臣弹劾秦良玉。理由？秦良玉无调令，私自带兵进京，形同叛逆。秦良玉奉朕旨意而来，何罪之有？陛下越过兵部、内阁、司礼监调兵，违反祖制。恳请陛下下旨，令秦良玉退回中州。秦良玉进京，石柱若再叛乱，如何收场？够了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朕要做什么，还需向尔等汇报。陛下，这闭嘴！陛下这徐仲崇竟敢逼宫掣肘，那就与这帮阉赃乱臣鱼死网破。要么速朝朝纲，要么一同覆灭，半步不退。李若莲，带人围住皇极殿，无朕旨意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如侧亦派人跟随。是，属下遵旨。李邦华，关闭京城所有城门，除军情人员外，禁止出入。你亲自提督，全城兵备。臣遵旨。退朝。皇爷，百杆兵距城不足130里，明日辰时必到城外。大办，派人去高阳，传孙承宗火速进京。大办，你亲自带人查封司礼监，拿下王体腾等阉党核心，收缴印系，备其空白圣旨。方正化，你协同掌控御马监，
擒杀刘应坤一众党匪，一人不许走漏，即刻动手。奴婢遵旨。司礼监重地，非本监之人不得入内。奉皇上口谕，奉旨公干，贤人避让。王承恩，擅闯司礼监，诛九族之罪，陛下也保不了你。人，再动，格杀勿论。陛下口谕，王体前柔宁深陷，依附阉党，诬陷忠良，押入诏狱，钦此。王承恩，你敢假传圣旨？真假，见陛下便知。来人，拿下！放开！咱家终于走到这一步了。其余各官举所属人员即刻回所属官举，未得允许不得外出，更不得外传消息，违令者斩。方大人，我先回东暖阁向陛下复命，御马监那边就交给您了。传陛下口谕，御马监掌印太监刘应坤侵占牧场，欺上瞒下，冒领军功，一众党羽陶文季用等人同罪，尽数打入诏狱，钦此。擒住贼子，拿下他！再敢异动，格杀勿论。兵符火牌何在？速速交出！别杀我，我是御马监旧人，陛下知道了一定会追责你们的。杀了就杀了吧，早晚都是死，只是死得这么痛快，倒是便宜了他。陛下，那这些被拿下太监的家眷该如何处置？臣等候陛下示下。现在不是处理他们的时候，等大局稳定了，再一并清算也来得及。另外，即刻去找李邦华。整顿完成后，兵分两路，一路围住内操军大营，一路围住锦衣卫葛千混所。奴婢遵旨。大半，你2份圣旨，一份给藤校4卫，一份给锦衣卫，令他们即刻投降。敢有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奴婢领旨。权力贪欲，终究是会害死人的。方公公，李大人令卑职在此等候，配合您。且北京已全面戒严，5城巡城司与顺天府的人已全部出动。好，待会儿听我命令行动，不得有半分犹豫。违令者，军法处置。是啊！走，随咱家去金台坊。来人止步！大营禁地，再敢上前，格杀勿论。咱家乃陛下御前进士，奉陛下之命前来传旨。速速打开营门，通知4位指挥使，指挥同知即刻前来接旨。是。方公公，怎么是您？孟大人，5乡右卫的人呢？周斌在哪里？方公公，周大人刚刚还在议事，稍后就来。老周这是要做什么？有任务？我们怎么都没有接到通知？陛下有旨，5乡右卫指挥使周斌依附阉党，贪赃枉法，
私通叛逆，着即刻缉拿，打入诏狱，钦此。孟全舟、于明、王琦，速速拿下叛逆周斌，反抗者杀无赦。关闭营门，诸军听令，即刻捉拿叛逆周斌，违令者同罪。周斌，圣旨在此，你拒不接旨，带队闯营，是要造反吗？呸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我造反了？我这是接到魏都督的命令，前去拦截百杆兵。孟全舟，让你的人立刻让开，耽误了魏都督的大事，你担得起后果吗？是不是魏都督的命令不好说，但现在陛下要缉拿你，我等是天子亲军，自然只听陛下的。孟全舟，给我让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念这么多年的同袍之情。孟全舟，这些年你虽然没有投靠魏都督，但你贪的银子还少吗？陛下清算阉党，你以为你能跑得掉？兄弟们，大明律贪污60两者，杀无赦。等皇帝清理完魏都督，你们还有活路吗？不如随我冲出大营，天大地大，找个县城当个富家翁，不比在这里掉脑袋强。周斌，我等绝非你这般趋炎附势之辈，我们是天子亲军，职责在保卫陛下，守卫京城。你忘了藤乡四尉的立营初衷？即便我们这些年犯了一些错，但初心未改。周斌，放下武器，下马投降，别逼我们动手。哈哈哈哈哈！初中能当饭吃，还是能当银子花？孟全舟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哼，冥顽不灵，杀了！杀！孟大人，配合锦衣卫清点现场，核对名单，看看有没有遗漏。末将遵命。回方公公，名单上的叛逆尽数伏诛，无一遗漏。孟大人，武乡右卫新指挥使任命下达前，由你暂时兼任武乡右卫指挥使，你即刻全力整顿武乡右卫，将今日之事的影响降到最低，同时整军备战，做好随时调拨的准备。末将领命。于大人，你率领廷乡右卫即刻前往内操军大营，只为不攻，封锁所有出入口，等候陛下下一步命令。是。王大人，分兵前往上中所、上后所等锦衣卫各千户所下辖卫所，同样只为不攻，封锁消息，等候命令。是。方公公，您给我们个准话。陛下会不会追究我等过往的过错？陛下要清的是祸乱朝纲的阉党，不是你们这些守规矩的天子亲军。最后给你们指条活路，陛下缺银子。还有，城中已由武城巡城司和顺天府全面戒严，北京城内外城门尽数关闭，没有陛下的手谕。老孟，方公公这话到底可信吗？可信，陛下要清理的是魏忠贤的阉党。我们这些年没跟着做过残害忠良的恶事，只是贪了些银子。陛下清理完阉党，朝局不稳，势必缺人，绝不会大肆清洗我们，顶多是革职查办。既然陛下缺银子，那我们就把这些年贪的钱尽数吐出来便是。我去安抚武乡右卫的军心，你们即刻带兵前往锦衣卫千户所和内操军大营，按方公公的吩咐，只为不攻，事办得漂亮些，别出岔子。魏燕倒台，朝堂洗牌，连经营兵马都不得安宁。这一番动荡下来，我大明怕彻底要变天了。今日找诸位来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问问诸位，你们当中谁投靠了魏忠贤？吴长青，吴大人，你先说说吧。李大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我怎么听不懂？听不懂？21位指挥使里，本官为什么第一个点你的名字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来人，将吴长青拖下去，重打20军杖，让吴大人清醒清醒。遵令。李邦华，你敢？我是皇帝亲军上职26位正三品的武将，你没权处置本将。正三品指挥使又如何？本官是兵部左侍郎，暂领兵部，一日没有任命兵部尚书，我一日就是你们的顶头上司。本官既然敢召你们来，那就是得到了陛下的意思。就算给你杀了，陛下也不会说什么。目无尊卑，直呼上司名字，藐视上司，罪加一等，再加10军棍，拖下去打！敢反抗，以谋逆罪论处，杀无赦。吴大人，刀剑无眼，别让我们为难，请吧。诸位指挥使，李邦华现在这么对我，一会儿就会这么对你们，你们难道也想被羞辱吗？哼，你们敢动手，本官就能将你们全部灭掉。事后就说你们意图造反，你们动手试试。我们知错了。李大人，威你也立了，有事您就直说吧。召我们来到底要做什么？怎么，我刚刚说的不够直白吗？还是你们真的听不懂？李大人，您是认真的？您知不知道这么做会给陛下惹来多大的麻烦？能惹多大麻烦？今日上朝之后，众大臣已经被陛下困在了皇极殿内，估计3天内是不会出现了。司礼监王体乾、李永贞已经被打入诏狱了，御马监刘应坤被杀了，武乡右卫指挥使周斌以及下属刚被斩杀，锦衣卫中李若莲、王国兴、吴孟明、高文彩等等早已经被效忠陛下了。魏忠贤带着6000内操军身在京营之中，既然进了京营，您认为还能出来吗？白杆兵明早就进城了，你觉得我能惹什么麻烦？魏忠贤已经完了。本官知道你们怕举报了别人，担心有人找你们麻烦，本官也不让你们为难。大人这话是真给咱们留了余地，谁知道呢？先看看再说，别乱开口。来人，将准备的东西给诸位大人端上来。本官给你们1刻钟的时间举报对方。1刻钟过后，你们若是还没有交代，那就别怪本官无情了。好了，诸位去休息了。除了不能踏出兵部，其他随意。提醒诸位，别拿自己前途和家人开玩笑。识君之路，却不忠君之事，真该杀！请陛下下旨，臣带人将这些人抄家灭族，以儆效尤。不急，现在动容易造成动荡，等方正化将城内其他武装力量搞定了再说。陛下，臣已传旨至内操军大营，剩余军士尽数归降，无一人抗旨。臣已下令收缴全营武器，营中总旗以上将领已全部单独看管，大营也已封定，禁止任何人出入。有藤乡右卫重兵看守，大营安稳无虞，绝无纰漏。漂亮！最担心的一股武装力量终于被拿下了，现在是时候拿下魏忠贤了。方正化，传消息给英国公，让他们准备动手，务必将损失降到最低。奴婢领旨。
明日过后，这大明的党争就要结束了。钱崇祯真是被东林党忽悠的脑子不清理，好好的锦衣卫利器说废就废，纯自断臂膀的蠢事，亏他想得出来。爹，如果陛下控制不了城内怎么办？陛下如果控制了城内，我们是按照计划完成了任务，拿下了6000内操军，这是大功。不管能不能控制，魏忠贤必须拿下，这6000内操军也必须拿下。如果陛下没有控制住城内，那我们拿下内操军后，从百感军直接攻城，拿下叛逆。既然陛下弑兄终弟及，那新皇也能弑兄终弟及。爹，那您是希望陛下成功，还是不成功？安心的等消息吧。奴婢见过英国公，传陛下口谕，城内已定，全力拿下魏忠贤和内操军，将损失降到最低。臣领旨。来人，去请魏忠贤和图文甫来大帐，就说商议明天演武之事。诺。英国公，文府在整顿军营，一时间抽不开身，还请见谅。不如我们先商量着。英国公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奉陛下旨意，拿下逆贼魏忠贤，胆敢反抗，格杀勿论。不可能！陛下素来信任咱家，前日还夸我忠贤可用，昨日刚命我统领内操军，怎会下旨抓我？咱家知道了，英国公，肯定是你想谋反，借故将内操军调出城，你才是逆贼。司礼监、御马监，朝臣及投靠你的卫所尽数被擒，你还不信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是与不是，见了陛下就知道了。去见见图文甫，搞快点，晚上还能回家吃晚饭。我不信！我要见陛下！我要当面问陛下！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两晋丧失进楼吧！奉陛下旨意，图文甫结党虐民，构陷忠良，即刻拿下，押入诏狱。内操军将士听着，你们是陛下亲军，理当护卫圣驾，而非追随魏忠贤、图文甫陷害忠良。如今魏忠贤已被拿下，其掌控的司礼监、御马监6000人马已成瓮中之鳖，火炮骑兵合围，顽抗即刻全军覆没。魏忠贤，给你个机会，去劝降图文甫，我向陛下求情。谢国公恩典，咱家这就去劝降图文甫，只求国公在陛下面前为咱家美言几句。爹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魏忠贤前去劝降图文甫，反倒被暴怒的图文甫当场斩杀。内操军残部冥顽不灵，杀！攻！殿帅，大营内已经没有活口了。知急，带人再清点一次，
将魏忠贤、图文甫的头颅砍下来，为父要去见陛下。陛下，魏忠贤被臣在中军大中抓获，内操军大部分投降，只有图文甫顽强抵抗。魏忠贤先前称想戴罪立功劝降图文甫，谁知入营后反倒联合图文甫负隅顽抗，臣迫于无奈，只得下令炮轰大营。炮轰之下，粉身碎骨，魏忠贤和图文甫都被炸得尸骨无存。放屁！这鬼话骗谁呢？摆明了私自灭口编瞎话，真当我好糊弄？死了便死了，英国公辛苦了。对了，明天秦良玉就进京了，英国公觉得朕该给个什么封赏给他比较合适？臣不敢妄议。不敢，还是不想。陛下，封赏大臣乃天子威仪，臣不敢妄议，请陛下钱纲独断。这老狐狸滑得跟泥鳅似的，半点责任不担，算盘打得震天响，真当朕看不穿他那点小心思。行了，你去忙吧。还有，明日你带着京军将领们一同前来观礼。臣遵旨，定将诸事办妥，不辱圣命。臣告退。方正化，派人去南京，让曹化臣速速回宫。皇爷，忙了一天了，您先休息一会儿吧。有事情，奴婢再叫醒您。对了，给皇极殿的那帮大臣们送点火炉和棉被，别把他们冻死了。原以为当着真龙天子是何等风光，谁知竟这般熬人费神，从早忙到晚，半点喘息之机也无，当真是累死朕了。方才竟脱口称朕，连日操劳，当真是累糊涂了，竟快忘了自己本是现代人。皇爷，早上嬴政时刻传来白杆兵的消息，大军已经开拔，于4正时刻到达北京城外。白杆兵威武！我们回来了，看那些奸臣还如何敢造次！这次一定要重整朝廷，复兴大明。传令李邦华，秦良玉百杆兵到，即开正阳门，直入承天门，朕亲往犒赏。大办换盔甲。看，是咱们的秦王大军！臣秦良玉率百杆兵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秦将军请起。诸位将士免礼。王承恩宣旨。秦良玉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
秦良玉忠贞体国，荡寇元辽，册封为忠贞侯，授定国将军，赐侯府一座。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封赏啊！是啊。马祥兰加封昭义将军，秦义明、秦拱明、秦左明、秦世明加添信武将军，钦此。臣领旨，叩谢天恩。秦良玉这般忠勇难得，满朝文武都避之不及，唯独他千里秦王，这是我改写大明命运的唯一机会，绝不能再重蹈覆辙。朕诗兴大发，作诗两首，赠秦将军。秦良玉，臣在。学究西川八阵图，鸳鸯袖里卧冰符。由来巾帼甘心授，何必将军是丈夫？蜀锦征袍自简成，桃花马上请长缨。世间多少奇男子，谁肯沙场万里行？臣叩谢陛下隆恩。秦将军不必多礼，朕当谢你。白干兵劳苦功高，特赏半年军饷，钦此。来人，赐酒。朕敬诸位，你们为大明血战，皆是国之栋梁。260年前，太祖定鼎大明，使百姓得安身。太祖成祖北伐，子民得安。南倭北虏，屡害大明。今贱奴侵逼，大明风雨飘摇。天灾、饥荒、库空、敌侵，朕仍有梦。朕愿大明安定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生老有依，百姓保暖，家有余财，踏平贱奴，永绝边患。大明铁骑四出，万方归服，尽为大明疆土。朕要大明国泰民安，世道清平。将士们，与朕同心奋战，愿景必成。誓死效忠大明！誓死效忠大明！誓死效忠大明！朕知道，以我大明如今的实力，想要做到这些很难。但朕刚刚登基不足3月，就诛杀了魏忠贤，平了党争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太祖和成祖13次北伐，给我大明换来数十年，甚至是100年的安稳。朕虽年少，但也知道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的道理。我们这一代人不打，下一代入侵还是要打，这中间又会东多少人？贱奴祭天七大恨和无休止的攻击紧宁防线，就足以证明他们亡我大明之心不死。这些年，战死在紧宁防线的战士还少吗？贱奴毫无人性的屠杀劫掠，你们指望着他们会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手下留情吗？晚打不如早打，我们这一代人打完了，下一代人再重建就是了。能不能战？愿随陛下，愿随陛下，共护大明。待朕整肃朝纲，练出强军，必带你们踏平贱奴。臣等领旨。借白杆兵清阉党，稳兵权，为后续整朝纲、练强军打下根基。
跟着新帝办了大事儿，这顿肉吃的舒坦，比边关啃干粮强100倍。陛下有担当，咱们百杆兵定要豁出命护着大明。今日将士们刚立大功，理当犒劳，但军营重地，万万不可纵久。臣等恭迎陛下。晚辈有一事请教2位国公：当年边关御敌，可有巧法能破剑奴骑兵？少年有志，剑奴骑兵虽猛，却忌山地险阻，白杆兵的长枪阵便是他们的克星啊。忠贞侯，今晚你们就暂时驻扎在承天门广场，待明日早朝之后，驻扎之事再行定夺。臣遵旨，臣定当约束麾下将士，严守军纪，驻守承天门广场，静候陛下明日旨意。有劳忠贞侯了，起身吧。大办，通知忠贞侯秦良玉、英国公张维宪、户部尚书郭允曼、兵部左侍郎李邦华、内阁李国普，明早脑正时间到东暖阁，朕有事相商。另外，告诉李若莲，将朕今天说的那段话和2首诗印刷出来，朕要明天全城都能看到。臣等参见陛下。诸位爱卿免礼。诸位来这么早，估计还没有用早膳吧？先陪朕用膳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商谈大事。陛下，您早餐就吃这个吗？皇爷自登基以来，每日早餐就是馒头、包子、清粥和咸菜，午膳和晚膳也不过4菜1汤。来，都吃吧。早餐吃这个才扛饿，都赶紧吃吧。今日请诸位来，是想问问诸位，阉党余犯该怎么处理？是杀，是关，还是放？陛下，臣以为阉党余犯必须要斩草除根，除恶务尽。阉党构陷忠良，多少人死在了他们手中，多少大臣家破人亡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。陛下，臣以为李大人所言不妥。李大人，阉党之人固然可恨，该杀，但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。有些人表面看着是阉党，但观其本质，并不算是坏人。例如内阁张瑞图张大人。陛下，臣不是在为张大人开脱，而是有依据的。虽然依附魏忠贤，但并没有参与构陷忠良的事情。与穷凶极恶的阉党还是有很大的区别。例如天启5年，义安皇后病重，魏忠贤指使辅臣刘志选逼害国丈张国际等7臣，是张大人出面阻止的。再如天启6年，北京文庙复见魏忠贤生祠，依旧是张大人阻止了。老臣认为，张大人内心矛盾，依附魏忠贤非真心敬仰，实为政治功利与投机，图谋仕途。其人是内持刚决，外事合意，因纪消长，莫失救济。诸如此类的人还有不少，这类的人我们总不能全都杀了吧？郭爱卿以为如何处理？陛下，这是臣昨夜拟的折子，请陛下过目。
你继续讲，给大家也听听。陛下，臣以为对阉党余犯做以区分：一，对显而易之者，如参与构陷忠良、贪赃枉法、盗弄国柄之人，抄家灭族，诸如流传的五虎、五彪、十孩儿、40孙，这些人必须要抄家灭族。二，对谄媚且失去道德底线的人，也要杀无赦，诸如给魏忠贤立生祠的人。三，对卓而依之者，如金银珠宝贿赂讨好之人，抄家发边卫充军。下官已将此事禀明圣上，静候陛下旨意。诸位以为郭爱卿提议如何？臣等请陛下圣裁。不过这其中有几个问题要解决。第一，按照郭大人意见，朝堂之上一大半的人都要被拿下了，这空出的位置怎么处理？第二，武官中诸如藤乡4尉、21位地方的卫所的部分指挥使，虽然没有大罪，但贪污了不少。但武将不同文官，带兵打仗是需要实战和经验的，如果将他们都杀了，武将很难填补空缺。陛下，臣以为空缺之人才好办。万历天启年间因党争辞官的大臣，可先召其出仕，更好符合朝廷如今稳的政策。其次，吏部清吏司全国巡查锦衣卫各道御史配合，提拔声望能力足够且为民办事的年轻人，如此过个几年，等老一批退隐的时候，这批人就可以顶上来了。至于武官那部分将领，第一，让他们交出贪污银两；第二，将他们调到全国其他卫所，分散他们在县尉的权力，但家眷必须留在京都，这样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了。第三，给他们任务，1年内练不出一支能打敢打的卫所军，直接砍了。标准可以由兵部拟定。第四，杀一部分，这是上述3条的先决条件，免得他们以为不敢对他们动手。最后下发诏书，这是特例中的特例，以后若是再发现类似现象，直接杀无赦，防止后面再有贪污拿这个说事儿。好主意，李阁老所言甚是。李国普太灵光了，既解决眼前空缺，又兼顾长远，放现代也是顶级统筹人才，难怪崇祯满意，决策很稳。好，既然主调都定下来了，那就再辛苦几位完善一下，一会儿朝会的时候宣布一下。众卿随朕前往皇极殿，今日朝会便将此方案昭告朝堂。宣大臣觐见。魏忠贤以伏诛，其党羽祸乱朝纲，残害忠良。今日朕便昭告朝野，按其罪证分级处置，绝不姑息。空缺官位按功绩擢升，问题武将一律革职查办。3日之内，各部须将核查结果奏报朕前，谁敢徇私舞弊，以同罪论处。行了，退朝吧。陛下今日雷霆手段，可见整治朝纲之心甚坚。我等唯有尽心履职，方能保全自身，也护大明几分体面。魏延伏诛，党羽被清，本是好事，可陛下手段太过凌厉，稍有差池便是杀身之祸。陛下心思难测，先按部就班，看看封赏再做打算。万幸今日未被牵连，可陛下清查甚严，不知何时便会查到自己头上。来人，速去将徐显纯、孙云鹤、杨汉、崔应元等府邸将其拿下，一应家眷也全部关押，所有家产全部运送至南新仓，敢反抗者杀无赦。速去左都制使曹思正、副都制使李奎龙、太仆少卿曹庆成、田吉、吴纯夫等府邸将其家眷拿下，所有家产全部运送至南新仓，反抗者杀。陛下，今日是天禧7年11月8日，最迟20号，臣必彻底整顿完毕。臣一统。
好，待整顿完毕，朕有一桩大案交于你们2人。臣遵旨，恭请陛下圣安。臣等告退。大办，朕本想授你司礼监掌印之职，奈何身边无信得过之人，你便任提督太监吧。奴婢叩谢陛下隆恩，奴婢万死难报。传这几人来见朕。奴婢遵旨，这就去传召，不敢有半分耽搁。奴婢高时明、李凤祥、楚宪章、张国元参见陛下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起来吧。从今日起，你们4人同任司礼监秉笔太监，掌印之位由你们4人3个月轮换一次，首轮由高时明担任。你们速熟司礼监职责，从内书堂或24衙门选任随堂文书等太监。记住，朕能任用你们，便能废了你们。若有谁敢效仿魏嫣，祸乱朝纲，朕定斩不饶。奴婢等不敢，定当尽心竭力，恪尽职守，不负陛下重托。去吧，最迟今夜子时，司礼监必须正常运转。大办，算算时日，孙承宗应该到京了吧？回皇爷，高阳距京300余里，方勇前日便带着旨意出发，按理说今日上午便该抵达了。好，派人在城门处等着，他一进城，立刻带他来见朕。都说九五之尊万人之上，可这龙椅坐久了，才知道什么叫孤家寡人。满朝文武各有心思，所有的压力，终究还是得自己一个人扛。孙阁老，歇得差不多了，咱们得赶紧走。陛下催得急，晚了怕是要误事。方勇，陛下如此急着召老夫回京，究竟是出了什么事？阁老恕罪，奴婢确实不知。等进了京，见了陛下，您自然就明白了。方勇，换马，立刻火速进京。可是阁老，您身体死不了，再耽搁，恐生大变。官兵神色仓皇，放行如此急切，绝非寻常。京城必定出了大事。陛下急召老夫回京，恐怕与此脱不了干系。局势危急，必须尽快查明真相。号老号外，陛下昨日检阅百杆兵，演说全文在此，一份3文钱。陛下御笔亲帖第一首诗，想看的快来买啊！3文钱一份，朝廷最新消息，童叟无揣。看着像是官府的谍报，可谍报哪有这么卖的？胆子也太大了吧！连朝廷的消息都敢私自售卖，不怕掉脑袋吗？你傻呀？没看见衙役都不管吗？这肯定是朝廷自己弄的，就是不知道上面写的是真是假，别是骗人的吧？磨磨唧唧的，3文钱而已，买一份看看不就知道了？小孩，过来，给我来一份。客官，您拿好，谢谢客官。切，写的什么玩意儿，还不如我呢！闭嘴，不爱看就滚远点，别在这聒噪。我梦想有一天，大明内部平和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幼有所育，学有所教，老有所得，病有所医，老有所养，住有所居，弱有所扶。总之，我要这大明人人如龙，人人如君子。国无患，世有道。好，写得好啊！这字里行间的锐气，这匡扶社稷的雄心，除了当今陛下，再无第二人能写得出来。陛下圣明啊！给我来10份，我要20份，我也来1份。哼，一群傻子，什么人人如龙，人人如君子，简直是白日做梦。就凭大明现在这副烂摊子，这不是痴人说梦吗？陛下一心为我们百姓着想，你却在这里说风凉话。你说什么呢？找打是不是？是啊，找打是不是？我看你就是阉党的余孽。对，我看你就是阉党的余孽。记下此人，通知国子监，此人3年内禁止参加科举，
若有功名，3年内不得外放为官，吏部问起，就说是老夫的意思，罪名扰乱民心。是，阁老。陛下有旨，魏忠贤一斩，朝廷即日起全面清除颠倒余孽逃避者，同罪知情者速报，官府不得隐瞒。并地灭后，弄兵吴二祖列宗，刻薄藩封吴胜，滥决掩边宫丘民，通通关节。这10宗罪，桩桩件件，都是魏燕的滔天罪行啊！魏忠贤死了。魏忠贤死了，那个窃国阉贼终于自缢了。克扣军饷，逼得边关哗变，构陷忠良，让无数忠魂含冤九泉，多少人到死都睁着眼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奸贼伏法了。痛快！这群阉人害尽忠良，终遭报应，报应不爽，真是报应不爽。现在陛下铲除了阉党，就有精力整顿朝政了，这就是希望。就是我大明2万之人，还害怕贱奴那几百万人，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他们。那个鳖孙呢？老头子今天非得好好教他做人。老头子怀疑他是阉党的人，去官府举报他。对，去官府举报他，举报他。孙阁老，孙阁老，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停留？陛下还等着你呢。前面带路，老夫立刻进宫。是。我刚刚听见那名锦衣卫喊孙阁老，哪个孙阁老？孙阁老，你是什么呀？笨！满朝之中能叫孙阁老的，除了孙承宗，还有谁？臣孙承宗参见陛下。孙先生，朕终于把你盼来了，起来说话。大办，赐座，赐茶。孙先生，魏忠贤已死，正清算阉党余犯，你可知晓？老臣进城时听说了，陛下圣明。王承恩宣旨，孙承宗接旨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朝局变幻，召孙承宗以原职入仕，另加中极殿大学士，即刻起主持内阁事务。钦此。臣叩谢陛下天恩。阁老，你怎么了？孙先生这是？回陛下，臣昨天上午接到回京的旨应，便马不停蹄地往北京赶。孙先生辛苦了，大明能有你这样的忠臣，实乃朕之幸，大明之幸啊！臣谢陛下体恤，臣蒙陛下不弃，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不负陛下所托，不负大明百姓。孙先生，李邦华、李国普正清阉党余孽，你首要之事，主持内阁，稳住六部，稳定朝局，司礼间人事已妥，速去沟通。第二，会同朝臣停推一些官员，填补六部9京的空缺。臣领旨。还有陕西赈灾的事情，你老友袁可立现任3边总督，赈灾钦差，陕西事毕后入阁，你2人可共辅大明。哈哈哈哈！陛下圣明。孙先生，皇帝即入狱，施凤来、张瑞图不可用，内阁现仅你李国普、袁可立，事务繁杂，朕欲添2位阁臣，你意下如何？请陛下圣裁。朕心中2个人选，韩晃和李彪，孙先生觉得如何？李彪乃万历35年进士，历任翰林院检讨、太子府属官等职，为官清正耿直，资历与人品皆适配入阁。至于韩晃，天启4年曾任首辅，后遭魏忠贤指示的李鲁生弹劾，被除名夺官，其处事持正，廉洁正直，可入阁。孙先生果然厉害，避世多年，朝堂上李彪、韩晃的履历品性还摸得这么清楚。陛下，真乃慧眼如炬，乃我大明之福。你先去休息吧，等清除完魏忠贤余犯，咱们君臣再喝几杯。陛下，臣还有事要说。孙先生请说。陛下，臣刚刚进城时，看到了有孩童在卖
大明日报。大明日报有没有样本？拿一份来看看。真粗糙。陛下，臣没有听清陛下的旨意。没事，孙先生，这份报纸是朕让人做的，你是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陛下，文章可鼓士气，百姓振奋，对大明大有益处。但臣担心此文传至贱奴塔塔吐蕃，恐激怒彼等，引发征伐。陛下当先藏拙整顿内部，待国力充盈，再灭贱奴。孙先生是不是想说朕过于张扬了？才会让皇太极抓住了机会。大明现状，贱奴皆知。朕此言，你觉得贱奴是朕有魄力，还是狂妄轻狂？甭管他们怎么认为，朕问你，贱奴能破紧宁防线吗？不能。可是陛下，大明有敌报，你为何又要弄一份大明日报呢？既然是日报，那就是每日都有，您总不能天天写文章吧？当然是赚钱了。赚钱？孙先生，这份大明日报只是个雏形，离朕要求的还差很远。孙先生，你再看看这个。朝廷决议是吸引百姓关注的，诗稿是吸引文人的，广告是吸引商人的，民生则是吸引工业的，而故事和八卦就是增加娱乐性了。等运作成熟了，文人诗稿可以收费，广告也能收费。一份3文，日售100万份，年利竟近300万两。陛下此计，臣由衷叹服。你先去忙吧。大明日报的事情，出朕口，入你耳，不得外传。哦，对了，先生初到京城，尚无居所，委屈先生暂且找李邦华，在抄家大臣的府邸中挑一处暂住，朕后续再为先生妥善安排，还望先生海涵。臣谢陛下体恤，不搞铺张浪费，臣定谨守本分，不负陛下厚爱。陛下雄才大略，既有除阉党之果决，又有兴大明之谋划。我孙承宗定当鞠躬尽瘁，倾力辅佐，助大明重归兴盛。将这个交给李若莲，让他找人研究一下，做几版送来给朕看看。等曹化纯从南京回来接手东厂，就把大明日报挂在东厂名下，这样既能牢牢攥住舆论话语权，又能借东厂的力量推进日报运作，一举两得。皇爷，司礼监掌印太监高时明求见，说是有重要情报，事关朝局稳定和数百大臣的性命，请陛下明示。让他进来吧。奴婢高时明参见陛下。起来说话。陛下，今日奴婢等在整理司礼监内部书籍的时候，发现了这本生死簿，请陛下过目。高大人，陛下面前不可孟浪。王中官，您将这个呈给陛下，陛下就知道了。高时明，此账册还有谁人看过？回皇爷，奴婢4人只看过账册第1页，此前是否有人看过，奴婢不知。王承恩速查司礼监，王体前被擒后，有无外人擅入，据实回奏。传李若莲分审司礼监、东厂人犯，审案者一体封口。奴婢领旨。奴婢也先行告瘁。忙活许久，清阉党，查贪腐，定民心。本以为稳住大明，终究还是中空了。积弊之深，竟至于此。大明之患，莫胜于贪腐，贪腐不除，民心不聚，国本不顾。革新之路，
道阻且长。皇爷，奴婢问过了，从王体乾等人被抓后，司礼监再也没有任何人进入了。知道了，令李若莲彻查周廷儒家产，反腐故国非一日之功，急不得，慢慢来吧，总有稳固大明根基之日。好了，都回各自宫里吧。臣妾等告退，陛下安。魏忠贤已伏诛，阉党余孽，不日便可肃清。臣妾多谢陛下。皇嫂不必如此，快快请起。皇嫂莫再伤怀，逆贼已伏诛，过往委屈终得解脱。快起身，莫伤了身子。有陛下在，往后必是安稳。陛下，皇后安，臣妾告退。有本启奏，无本退朝。陛下，臣有本启奏，臣奉诏审查阉党武将余犯，今已有结果。陛下，臣也有结果了，请陛下明示。李邦华，你先奏。阁老，请您帮我报一下，等会儿我给您报一下。不是吧，李邦业，报个奏章还得找人搭手，这毛躁劲儿，别真搞出什么岔子来啊！陛下，臣奉旨调查魏忠贤附逆武官余犯，经各位举报及锦衣卫东厂调查，共查得余犯328人。其首位指挥使吴长清于天启3年依附魏忠贤，贪污现银9万两，各类古玩字画约5万两，良田26顷，总折算价值33万两，抄家所得25万两，差额8万已经被他花了，判斩立决，抄家诛一族，家眷流放，阉杖永树。御马监掌印太监刘应坤，天启3年被魏忠贤提拔，在辽东茂陵军功，侵占牧场311顷，马匹16匹，现银6万两，判斩立决。锦衣卫原指挥使田尔庚贪污18万两。陛下，这是主犯10人详情，余者皆在黄衡殿外，可随时查看。武官共计贪污现银500万两，现查出240万两，古玩字画等84件，折银49万两，良田1万2000顷，总计折银260万两。目前所有查抄全部都在北京南新仓封存，请陛下明示。李国普，你续奏。陛下，魏忠贤附逆文官，余犯共计226人，其中正二品4人，从二品6人。原兵部尚书崔成秀，天启元年因赃私被举报后，投奔魏忠贤为养子，贪腐总计折银16万两，判斩立决，抄家诛3族。陛下，文官中总计贪污现银280万两，实钞140万两，古玩字画共计210件，良田2万顷，总折银617万两。目前所有查抄全部都在北京南新仓封存，请陛下明示。这笔银两可解大明燃眉之急，贪腐之弊，终要还于天下。李国普、李邦华二人所定逆犯罪名，是否句句属实？朕要的是公允，不纵一人，不冤一人。陛下，定案口供、证言、书件等皆在案可查，可依从逆分子判斩监后，日后交三司复审。陛下，此等大案，臣等不敢有丝毫私心，凡罪皆有定制。朱清，可有话要说？臣有本启奏。说。陛下，臣对逆犯罪名无异议，唯建议将处斩地点从西市口改至德胜门外，此处走兵车，可借将士气血镇住怨气，避免伤及百姓。孙爱卿所奏甚合朕意。二人听令，将斩立决人犯即刻押赴德胜门外
53克，一体处斩。朱清，随朕观刑。陛下，魏忠贤于犯中守逆、军犯及缠缚者，判斩立决并诛族，在京397人已带到，请陛下示下。砍了他们！陛下，杀了他们！砍了这群贪赃枉法、祸害百姓的畜生！苍天有眼呀！这群人终于得到惩罚了，老头子死也瞑目了。我可怜的儿子呀，就因为挡住了魏良心的路，就被踹成了重伤，已经死了。朱清都看到，百姓之怒皆因这群蛀虫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失了民心，朝廷便无根基。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这句话朱清刻在心里。父老乡亲们，稍安勿躁，听朕一言。今日朕将人犯押到此地，便绝不会姑息纵容。国法昭昭，善恶有报，犯国法者必受严惩。此等败类仅是少数，多数臣子皆尽心为民，效力大明，切勿因个别奸佞错怪重臣，疏离朝廷。天下读书人听着，为官者不可求财，求财者不可为官，敢伸手贪墨，今日刑场便是尔等下场。诸位信朕，信朝廷，朕必还天下一个海晏和亲。验明正身，金继恩，德生和。都给朕睁大眼睛，看清楚了！行刑过程足足持续了1个时辰，每一批逆犯都经过了罪状宣读、验明正身的流程，才被依法处决。陛下，此次魏忠贤逆案主要人员全部被斩杀，共计397人，请陛下示下。人犯已伏诛，着内度拨款，每人赐官，葬于居庸关外，令其官大明江山永固。陛下仁慈，陛下万岁，陛下英明。今日刑长所诛，皆为祸国殃民的贪腐之辈，但这绝非结束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刑部尚书，臣在。朕命你部即刻梳理今日处决人犯的所有卷宗，深挖同党，3日之内把所有涉案员名单呈递御前。臣遵旨，定不负陛下所托。锦衣卫，臣在。朕命你锦衣卫即刻出动，查封今日所有处决人犯的府邸家产，一人一宅都不许漏，所有财物、文书、账册全部封存，不得私动分毫。臣遵旨，即刻办差。若有半分差池，臣提头来见。奴才在。你着东厂提督太监，带东厂人手，协同锦衣卫查抄全城监看。若有私藏、私吞、销毁文书者，无论品级，先斩后奏。奴才遵旨，绝不敢出半分差错。朕今日把话放在这里，但凡涉及贪腐、祸国、害民者，无论你是皇亲国戚还是阁老大臣，朕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臣等遵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陛下，今日刑场之事震动京城，百姓民心所向，臣请陛下下旨安抚京畿百姓，减免受灾州县赋税，以安民心。入京者日以千计，而京郊各处皆有流民聚集。准奏，此事着户部即刻核算，2日内拟出章程，呈递御前。臣遵旨，谢陛下。其余诸司各安本职，做好分内之事。若有懈怠渎职者，今日刑场之人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。臣等遵旨，不敢懈怠。
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爷，您今日在行程站了许久，要不要先回后宫歇息片刻？不必，查抄的事你亲自盯着，尤其是所有府邸的账册、往来信函，第一时间给朕送过来，不许任何人过目，包括内阁。奴才明白，奴才亲自去盯着。所有文书账册，奴才亲手封好，第一时间呈给皇爷，绝不让第二个人碰。去吧。是。奉旨查抄，所有人等原地待查，敢反抗者，格杀勿乱。所有文书、信件、账册，全部仔细搜查，一页纸都不许漏。把那个箱子打开。来人，这个箱子立刻封好，除了我们4人，不许任何人碰，不许任何人看，违者立刻斩首。奴才遵旨。所有财物清点造册，所有文书除了我们单独封存的，全部装箱押往宫中，半分都不许差。属下明白。皇爷，奴才高时明求见皇爷。进来。奴才给皇爷请安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是什么？回皇爷，这是奴才在首犯府邸密室中搜出来的往来账册，里面的内容事关重大，奴才不敢让任何人过目，亲手封好，给皇爷送来了。你们都退出去，守在门外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起来吧。谢皇爷。打开。臣整顿藤乡4卫，一筛冗员，剔除老弱贪夺之辈，只留精壮可用之人。2严军纪，明赏罚，定军规，杜绝往日松散之风。3练战力，以实战为安。待整顿霍边完毕，必能兼具护卫与征战之能。臣赞同方大人之见。剑奴嚣张，症结在于大明缺能与之抗衡的骑兵，体制、军制、习性皆为桎梏。臣当年打造锦宁防线，本就是以守代攻，为大明打造铁翼争取时间。孙承宗说的太对了，大明缺骑兵，缺战力，这才是对抗剑奴的关键。这份清醒和忠心确实难得。辽东现有3万夷丁突骑，数量、战力皆不及剑奴。8年前萨尔浒之战，剑奴便出动6万铁骑，如今休养生息，10万铁骑亦有可能。若要抗衡，需组建10万以上铁骑，辅以现有兵力，方能御敌。然此事难成，大明骑兵年耗80两，10万铁骑年需800万两，国库空虚，根本无力负担。阁老，臣以为您理解有误。第一，臣组建骑兵，非凑集10万之众与剑奴死伤，而是打造精锐，以震慑剑奴。剑奴难以出动10万铁骑，臣等凭锦宁防线与火器之力，可保大明休养生息。将4卫成型后，将效仿汉冠军侯战法，绕道蒙古，直捣后金，歼灭其有生力量，实行以战养战之策略。若剑奴围困藤乡4卫，锦宁大军即刻攻沈阳腹地，登来新军侧后袭扰，
3线联动，必破敌。臣斗胆请问方大人，蒙古肯借道于我军吗？若敢拒借，朕便下令踏平蒙古部落。朕虽暂难与贱奴全力抗衡，但覆灭一个蒙古部落尚有余力。陛下，覆灭蒙古部落易，然蒙古覆灭之后，我大明北方屏障尽失，此事事关重大，需陛下三思。大办，取地图来。诸位，紧宁防线遇贱奴，全赖2翼屏障。左翼蒙古察哈尔，右翼山东登莱。贱奴发展唯有3路：西攻察哈尔，东攻朝鲜，北攻东海女真。朝鲜贫瘠，女真骨寒，皆无价值。贱奴必攻察哈尔部，占据草原，掠夺战马、壮丁。届时紧宁防线2翼尽失，形同虚设。陛下明鉴，臣竟未虑至此，实在罪该万死。国与国之间，唯利是图，没有永远的敌友，唯有永恒的利益。与其做事见贱奴侵占蒙古，壮大实力，不如我大明先下手为强，抢占先机。以下圣明：我军若动漠南、科尔沁各部，恐逼其联合，届时大明又添一劲敌。漠北蒙古已然归心，易于掌控。然我军此举，恐促使漠北、漠南、科尔林等部联手，届时大明将再添一股劲敌，于边防不利。朕召诸位前来，正是为商议此事，绝非贸然行事。朕并未言明，即刻出兵攻伐蒙古部落。臣已明陛下深意，陛下初衷乃是稳边军、练新军，边军得饷则安，新军成则有战力。腾阳4卫按方大人构想组建，精锐可达2万至2万8千人，足以驰骋蒙古。蒙古马乃战马之上品，高原环境造就其耐力十足，善长途奔袭。陛下之意，必是从蒙古获取战马。诸位大人细想，陛下方才调拨查抄银两，为何特批给太仆寺、工部？太仆寺专管马政，陛下拨银50万两，按往日护市价，可购1匹上等蒙古马。工部主管金属、茶叶、药材，皆为蒙古急需之物。蒙古缺铁，则难制兵器，难烹食；缺茶叶药材，则民生难安。陛下之意是以护市为筹码，抬高我方物资价格，压低马匹价格，尽收蒙古上等战马。其次，陛下必是要重金收买林丹汗，令其继续与贱奴死战，消耗双方实力，为我大明练新军争取宝贵时间。有上等蒙古马，辅以河西6郡精锐战士，不出1年，藤辽4卫必成精锐。李邦华，通通明理，甚合朕意。太仆寺即刻与方正化商议，全力从蒙古护市购马，上等马、中等马尽收，不拘数量，所需银两从御马监调用，不得延误。工部即日起全力囤积，严格管控护市中此类金属流出，敢有私放者，军法处置。都起身吧，速去各司其职，不得有误。陛下，臣斗胆启奏，左翼蒙古购马、管控金属之事已遵旨推进，然右翼登梅、毛文龙处隐患未除，臣恳请陛下早做部署，以防不测。毛文龙手握兵权，地处右翼防线，难以拿捏，一旦生乱，会影响左翼部署，需尽快想办法稳住他。如今局势危急，不知在座诸位可有良策？陛下，毛文龙乃元阁老所服，为其马首是瞻，请陛下修书。元阁老劝说毛文龙，朝廷辅以抚慰，先稳毛文龙，再谋长远。可就依此意，速去督办。陛下，毛文龙事宜已定，臣尚有一事，
关乎朝堂补缺，恳请陛下容臣奏报。爱卿有话，但说无妨。陛下，此乃臣等商议的朝臣补缺名单及未任官职，事关朝堂稳固，各司运转，恳请陛下预览。孙爱卿，朕曾与你言明，自今日起，大明再无党争，你莫非忘了？陛下明鉴，臣等举荐之人皆为公心，无半分私念。此26人，陛下可令锦衣卫东厂彻查，若有党争之嫌，臣愿领罪。党争刚过，魏忠贤余党虽清，然朝堂派系残余未除，朝臣补缺关乎朝堂格局，须慎之又慎，万不可让党争复燃，否则大明内耗，无力抗贱奴，难有安稳。起身吧，朕非不信诸位，只是大明经不起再一次党争内耗，朕会令锦衣卫彻查，诸位当知朕心。臣等明白，谢陛下圣恩。明日朝会通报26人补捐名单，听群臣意见，无人反对，内阁即刻起草诏书，召其回京。到任前，6部各司其职，严加看管，务必无误。臣等遵旨，定当尽心督办，不负陛下嘱托。都退下办事吧。李邦化，你留下。爱卿，这份补缺名单中无兵部尚书人选，你可知为何？陛下，臣只求能为大明效力，官职高低，臣无所求。好，朕调你回京，核心要务乃整顿兵备，兵部尚书一职繁杂，恐分你精力，误了政事。整顿完毕，朕必重赏委任。臣遵旨。臣明白陛下安排，绝不敢有半分懈怠。邦华，朕命你整顿兵备，你可知此事干系大明安危，须得尽心竭力。回陛下，我大明虽有200万大军，却已糜烂不堪。陛下委臣整顿之权，臣必令边军重焕战力，护大明疆土，设伏蛮夷，纵身死亦无憾，绝不负陛下天恩。勿轻言死，朕欲开创大明盛世，整顿兵卫不过是第一步。朕要你与朕一同见证盛世降临。前次命你拟定的整顿兵政对策，可曾备好？回陛下，臣若奉旨整顿，定以6策行事，合兵员绝空饷，收私战军卒归营，踏老弱，严考核，募新兵，勤操练。臣必遵旨落实，绝无徇私。此事朕教你全权处置，朕只要敢打善战的精锐，先整出21位，势必再整经营。朕会传谕忠贞侯，命其全力配合你。凡有抗命不遵者，朕赐你便利行事之权，无需顾虑，只管放手去做。朕为你做主。21位整事之事，朕托付于你，务必保重。去吧。臣李邦华以死许国。大办，张廷如今在何处任上？回皇爷，张廷登于今年5月蒙皇爷天恩启复，算着时日，如今应是刚到任所。着李若莲传谕，召其即刻回京，朕另有运用。罢了，此事暂且搁置，有孙承宗在，暂无大碍。大办，着李若莲派人将此信300里加急送往西安，交与袁可立。传廷、成仇皆非万全之选。此刻大明急需的不是能征善战的将，而是能改写规则的器。我要的是能轰碎铁骑阵型的开花弹，是能百步穿杨的碎发枪。这时代的冷兵器该彻底退场了。从今天起，大明不再是那个只会造火门枪的时代。我要建工坊，造钢心弹，甚至要搞流水线，不做亡国之君。朕要凭火器之力，再造一个万国来朝的大明。大办，着李若莲传谕，召毕茂康、孙元化、徐光启3人即刻进京。皇爷，您这是要着意研制火器？你竟知晓这3人？回皇爷，奴婢遵旨留心4品以上官员与吏。毕茂康、
孙元化、徐光启3位大人皆精通火器研制。孙元化大人宁远大捷以红衣大炮轰伤努尔哈赤，居功至伟，却遭魏党构陷辞官，实为可惜。如此说来，你也认为火器大有可为？回皇爷，奴婢斗胆以为，火器之道实乃大有可为。奴才以为，唯有火器方能抵挡剑弩铁骑。你既如此推崇火器，朕便亲往往验看红夷大炮威力，摆驾德胜门，传谕英国公，抽调神机营炮手前往德胜门待命。奴婢遵旨，这就去安排，绝不敢耽误皇爷的事。王承恩一个内侍，竟也认同研制火器，竟有这般眼光，足见火器之威。本以为火器研发阻力重重，有他助力，倒少了些顾虑。先摸清红衣大炮的底细，后续研发方能有得放矢。英国公，朕听闻此炮在宁远大捷中击毙努尔哈赤，今日朕要亲验其威，你即刻安排演示。臣遵旨，臣这就安排炮手备炮试射，绝不敢有半分差池。这就是红夷大炮，前世他负得了宁远，却负不住大明，是江山之汉。这一世永远在，定要让他的炮声震慑蛮夷，改写大明命运。陛下，还是再退后几步吧，这东西有炸膛的危险。陛下，炮声震天，请您务必捂好双耳。皇爷有令，开炮！随朕出城验看炮弹威力。回陛下，红夷大炮的杀伤之法，全凭铅弹落地后弹跳发滚，对密集冲锋的敌阵造成大范围杀伤。英国公，宁远大捷以正火器之威，经营当勤练炮手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回宫吧。皇爷，奴婢昔年曾有个浅薄的想法，说出来怕惹皇爷见笑，但说无妨。回皇爷，徐光启大人曾自澳门购西洋大炮，试射威力远胜旧式的炮。奴婢斗胆想，若将实心弹换成缩小版万人仪，或能大增火炮威力。只是奴婢才疏学浅，不敢妄言。皇爷恕罪，是奴婢异想天开，胡言乱语了。求皇爷恕奴婢妄言之罪。王承恩竟有百年远见，换弹之法远超此事，可叹他身为内侍，身居低位，纵有奇才，进言惶恐，终被身份所困，未能施展，实在可惜。承恩，起来吧，朕不怪你，反倒要夸你。谢皇爷恕罪，谢皇爷谬赞，奴婢卑微，蒙皇爷不弃，定当肝脑涂地，为皇爷为大明效犬马之劳，绝不敢有半分懈怠。你虽为内侍，却有这般远见着实，能想出改良火器之法，实属难得。既如此，着李若莲派人务必将这3人请回京中，详细询问。令寻到徐光启后，问其能否邀骑师利玛窦一同来京。奴婢遵旨。寻到徐光启大人，必传皇爷之意，恳请利玛窦先生同来，绝无疏漏。再问3人，可是一位精通火器的汤姓人士？若知晓，一并请来。奴婢遵旨，定当妥善安排，绝不误了皇爷吩咐。火器、整军等皆需银钱，国库空虚，缺口大，朝
抄没尽杀，刻不容缓。且待锦衣卫整治完毕，便抄没8大禁商。届时银钱之事自有解法。即日起，朕每日抽阅奏章，杜绝司礼剑乱权。李若莲，你即刻令锦衣卫暗中查探8大禁商底细，尤其是其与边夷往来、私藏银两之事，一一摸清，不得走漏半点风声。查毕即刻回禀。回皇爷，卢相生已奉诏抵京，如今正在东暖阁候着，听候皇爷召见。朕倒要亲自瞧瞧这位敢打敢拼的卢知府。臣大名府知府卢相生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卢相生，你可知罪？臣知罪，求陛下责罚。所犯何罪？臣愚钝，不知身犯何罪，求陛下明示。臣万死难辞其咎。为将有5威，你可知是哪5威？回陛下，为将5威出自《孙子兵法·九变篇》，原文有云：故将有5威，必四可杀也，必生可虏也，愤速可侮也，廉洁可辱也，爱民可反也。凡此5者，将之过，用兵之灾也。负军杀将，必以5威，不可不察也。朕听闻你日前率数名军卒剿灭了一伙官军束手无策的盗匪，可有此事？你既通晓兵法，为何行此险？是未成匹夫之勇，还是贪功冒进？就不怕麾下军卒葬身匪手？你剿匪虽能安地方、利军民，但身为府主官，当为百姓负责。你若身死，匪众必犯大名府，继任者若不继，百姓何存？臣幡然醒悟，臣犯下大错，辜负了陛下的信任与重托，求陛下重重责罚。起来吧。朕听闻你身居知府之位，仍每日勤练武艺，此事可当真？回陛下，是。你执意入军伍，可知沙场残酷，纵有武艺，万军之中难敌，你不怕死？贱奴入侵，杀我大明儿郎，臣怎能坐在后方过着太平日子？臣就算是将大明府治理成您的那个梦想，等贱奴入侵之时，还是一朝破灭。臣一人与数万将士比，就是萤火与皓月，但能杀一个是一个。臣自信以臣的武艺，杀110来个不成问题，这就够了。放肆！锦宁防线驻兵10数万，你竟如此不看好？陛下，兵法云：9守必失，9攻必破。锦宁防线长达200余里，屯兵数万，每天消耗无数钱粮，一旦后勤跟不上，那就是全线崩溃之势。我大明如此的财政，能跟得上吗？臣听说贱奴每次冲锋都用厚牛皮包裹着的盾车、死士等等作为钱包消耗炮弹，真正伤到他们骑兵的并不多。大明虽有火器，可难保不被贱奴获取研究。若他们也造出火炮，我大明便失优势，届时如何防守？我操，卢相生真有东西，锦宁防线和火器的隐患全点透了，比那些混日子的大臣强太多。这般战略眼光真是难得的人才，没白给他机会。卢相生，你既想入军伍，朕给你机会。朕给你3个选择： 1. 入兵部4司任郎中； 2. 入藤乡4尉任指挥使； 3. 朕授你权限，自建一军，你自选。藤乡4尉正在整顿，后续扩编，不再护卫攻进，将赴前线轮战。陛下，臣选择自己组建军队。好，朕准你自建一军，招募、任免等皆由你自主。即刻去内堂领20万两军饷。朕不问过程，只看结果。朕要敢战中军的铁军，你能做到？陛下，做不到，臣提头来见。陛下，这支军队可有人数限制？没有，你自定，编制不拘卫所制，悉听尊便。臣明白，请陛下赐军名。天雄如何？天雄，多谢陛下赐名。天雄即白虎，猛虎出山，势不可挡。臣定不负陛下期望。军名已赐，赏役到位。听闻你爱名马，朕赏你一匹。大办，去御马监将朕的5名役赐给卢相生。奴婢领旨。你退下吧。半年后，26尉与经营演武，
朕等着看天雄军的锋芒。臣不负陛下所托，臣告退，定不负陛下重戳。奴婢随卢大人一同出去。卢大人，恭喜了。卢大人，陛下赐你御马，这是头一次。连秦良玉都无此待遇，足见陛下对你的期望。王中官，这5名妓从何而来？刚刚我见陛下说的时候，你好像很惊讶。从哪来你别管，太仆寺凭他子体玄宗，其力千里，足见其不凡。卢大人，陛下对你期望甚高，咱家有2点要提醒你。第一，陛下刚开始对我说的为将武威，你要时刻记在心中，切不可忘。第二，天雄军中陛下与皇室，非某将领，切记。明白。陛下信任，我必不负期望。6月演武，定让天雄军争光。皇爷，卢大人出城了，看方向应该是回大名府了。不必管他，权计已受，形势在他。朕只看结果。大办，袁可立应该快到西安府了吧？回皇爷，袁大人10月27日接旨后即刻出发。虽州距西安1500里，因他年事已高，预计这2、3日便到西安。大办，传旨李若莲增派2个百户锦衣卫入陕，可调动当地卫所协查，陕西所有消息即刻呈递。奴婢领旨。千里之外的陕西，在20余天中，朝廷2道圣旨已传遍村镇州县的每一个角落。苍天呀，这回有救了！朝廷终于想起我们了。是啊，永不加赋，3年不征，只要熬过今年，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，有盼头就好啊。朝廷派了4朝老臣袁可立，他为官清廉，救灾粮食不会被狗官贪没，大伙儿有救了。孩子，再坚持几天，就有粮食了，咱们就不会饿肚子了。与百姓的欢欣鼓舞截然不同，陕西各地的士绅富商聚于深宅书房，个个面色阴沉，满腔怨愤。各州府官吏更是人人坐立难安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唯恐朝廷清算此前的失职之罪。白水县洛河北岸的山谷中，数千民变部众在此集结，营地气氛压抑肃杀。大帐之内，民变队伍的一众首领面色凝重，正围坐商议着生死存亡的对策。首领，朝廷下发了不征赋和招抚的圣旨，现在整个陕西都在议论，我们怎么办？要不这投降吧？朝廷都说了，只要投降，既往不咎。听说朝廷从4大边镇调兵12000，经营易调部分，窃写火器，不接受招抚，则杀无赦。我们最多的时候有8000人，因为2道圣旨，现在只有3000人了，而且每天都还在减少。愚蠢！只要投降就既往不咎，朝廷的话你们也信？你做什么美梦？军师，都是自家兄弟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气。理由有4：第一，造反，这在任何时候都是诛九族的大罪，哪怕是被逼无奈，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。先招安，然后有的是理由和机会弄死我。第二，
我们终不乏陶族、汉族等朝廷通缉之人，接受招抚便是自投罗网，叛逃之罪，你们都清楚。第三，我们诛杀了朝廷命官，撕开官仓，这在大明律中足够杀我们10回了。第四，既然是招抚，为什么要派大军来？有诚意派个钦差来不就够了吗？大军前来就已经说明问题了。从上4点，你们还觉我们能接受招抚吗？听说朝廷派袁可令前来，他素有清明，爱民如子，想必朝廷有诚意，不如派人探探口风。他虽爱民如子，却有袁狠人之称，你觉得他会为了百姓放过我们？军师，依你之见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既然已经无法回头，那就一条路走到底。老话云，大旱后必有大涝大疫。今年陕西旱灾罕见，开春冻湿腐烂，必起瘟疫。朝廷赈灾，难供数百万百姓粮食。朝廷没钱，若有钱怎会欠饷？我们怎会叛逃？百姓饿极，必再报民变。我们应抢先下手。军师，你就别绕圈子了，说具体的。第一，向众人说清利弊，去留随意，留下者为精锐，无思想负担，便于指挥。第二，朝廷从太原调粮，今晚或明早到白水，我们抢一部分后，立刻转移进深山。白水山多险峻，我们熟悉地形，有粮便可控，大批光军难展开，人少则可周旋。熬过开春，民变再起，我们打出旗号，拉起队伍，届时金银招宝，荣华富贵唾手可得。做得好，便能拜将封侯。陈胜吴广尚能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我们为何不行？首领，军师说的对，您就决定吧，兄弟们都跟着你干。对，活了干，死了算，哪怕是死，死前享受一下也值得了。首领，左右是个死，不如拼一次吧。招安有险，民变难测，到底该如何抉择？咱就是想混口饱饭，招安怕送命，不招安又怕熬不过去，这可咋整？首领，朱元璋能从饥荒起兵得天下，你我皆是凡身，谁也不比谁差。待队伍拉起，我们尊您为王，岂不快哉？干了！愿随首领共举大事。军师，就依你所言，咱们几时行动？路线我都让人裁好点了，只等天黑，我们就能行动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好，都听军师安排，去准备吧。遵首领令，定当全力准备，共举大事。阁老，看尸斑状态，这几人死亡时间不超过3天。唉，埋了吧。阁老，往西南200余里便是西安府，民变核心白水县距西安府300余里，预计3日可入西安府地界。前面是哪里？潼关。潼关。崔明，安排人出潼关入陕打探消息，我们不在潼关停留，今日能赶多远是多远。在此休整。是。阁老，您先洗把脸，晚饭一会儿就好。不对，这座驿站很不对劲。
阁老，小心！崔明，潼关驿站乃入关中要驿，安置应有一族50余名及杂役，可我们方才入内，只见寥寥数人，甚是反常。还有，出潼关后这10余里路，我们竟没见到一个难民，也很反常。走，找驿长问问。卑下潼关驿长万峰见过阁老。起来，老夫有话问你。潼关驿站安置一族50名，杂役数十名，如今为何只剩寥寥数人？万峰，耽误文书传递杖80，耽误军情诛3族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从实招来。阁老，陕西大旱，百姓民不聊生，附近根本抽不出一夫，原本的异族也大多叛逃了。阁老，不止潼关驿，陕西境内半数以上驿站的异族都已逃走，不少驿站更是食不存衣。为何从潼关到这里，一路都没有难民？阁老，卑职出潼关，向西南查探了10数个村镇，发现难民都集中在孟原县城外，城门紧闭，无法入城。城外难民约5000余人，无任何施救措施，每日都有数十人饿死。崔明，随老夫去孟原县城，我倒要看看这孟原知县是个什么东西，做好硬闯的准备。另外，派人持我手令去华阴县，调3000潼关卫前来，告诉他们1个时辰到不了孟原县城，提头来见。是。我乃锦衣卫总旗崔明，奉陛下旨意，护送钦差袁可立阁老入陕赈灾，路经孟原县城，速开城门。戒备，护住阁老，切勿轻举妄动。崔明，收起刀。诸位父老乡亲，我袁可立是朝廷派来陕西赈灾的钦差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诸位。钦差大人，求您救救我们，我们快饿死了。官吏们饱食终日，不管我们死活，我妻儿都饿死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钦差大人真能救我们吗？怕是又在哄我们。不是朝廷不顾百姓死活，是陕西官吏上下欺瞒。陛下得知灾情后，第一时间筹备了赈灾粮，首批粮食数日便到，请诸位相信朝廷，相信陛下。今晚我定给大家一个交代，请乡亲们稍后，请2位大人出示官凭，以便核验。唉，退后，不得靠近阁老。卑职孟原县城巡检潘明龙见过袁阁老，请阁老随卑职进城。潘巡检，为何不打开城门，让百姓们进去？阁老，不是我们不放，是知县大人不让放，卑职也没有办法。下官孟泽县知县林建华见过阁老，阁老不能开城门呀，不能开！袁大人，您快下令开城门啊，我们不想死！林知县只顾自己，不管我们死活，求大人为我们做主！大人救救我们，再不开门，我们就要饿死了！哼哼，来人，将林建华拿下，打开城门，放百姓进城，胆敢阻拦者，杀无赦！敢动手，以叛逆罪论处，诛9族。阁老，下官冤枉呀！下官冤枉呀！冤枉？你真以为本阁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做？朝廷10月24日赈灾圣旨，半月前就该到，你敢说没收到？
反贼混在难民中，放屁！30岭外潼关卫数万兵马，哪个反贼敢来？你骗谁？就算不开城门，为何不设周棚？百姓快饿死了，你眼瞎吗？你个混蛋！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们不得好死！我的儿啊！你必成，要么贪墨官粮，要么勾结士绅，置百姓死活于不顾。你该死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反贼敢来！潼关卫近在咫尺，你扯什么？反贼！袁大人，是啊，袁大人救救我们！阁老息怒，卑职知错，这就开城门，设周棚。林建华，老夫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出实情，否则别怪老夫大刑伺候了。活下去，打！打得好，袁大人为民做主。完了，完了！你勾结士绅，盗卖官粮，中饱私囊，可知罪？罪臣知罪。臣却与士绅勾结，趁旱灾粮价暴涨，倒卖官仓8000担粮食高价牟利，再去河南买粮补仓，循环倒卖。圣旨到时相未补仓，臣怕事情败露，才必成拖延，求阁老饶命。林建华，你勾结士绅，盗卖救命官粮，害百姓饿死城外，罪该万死。本阁判你斩首示众，头颅悬于菜市口警示官吏，家眷押入大牢审问，知情同谋一律处斩，绝不姑息。阁老饶命！下官知罪了，求阁老饶命啊！求阁老饶命啊！阁老，来者不明，还是先进城吧。本将潼关卫指挥使滕早奉袁可立阁老手令前来孟原县，城外百姓切勿惊慌。袁阁老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滕早，一别10几年，你也执掌潼关卫了。阁老，没想到在此相遇。圣旨到后，家父一直念叨您，说等您忙完便请您喝酒。以后再说吧，先处理眼前的事情。末将遵令，定当妥善安排，绝不误事。滕早，留1000潼关卫看护城外百姓，其余人随本阁进城捉拿贪官奸商，具体情况路上说。潘明龙，老夫给你戴罪立功之机，打开城门带路，配合滕将军缉拿林建华所供人员。快，立刻打开所有城门！诸位父老乡亲，刚刚的事情你们也听到了，现在老夫去处理事情，最迟天亮前就会有周棚，请耐心等待。袁阁老，谢袁阁老救命！袁阁老青天在上，愿您福寿安康。大家进城后保持安静，切勿扰民。谁若是想趁乱抢劫、偷盗、斗殴，别怪老夫无情。啊！开门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我没有罪！不许动！保持束手就擒！潘明龙，你找死是不是？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敢抓我？信不信明天我就让你脱了这层狗皮？潘巡检，本官自问待你不薄，你如今这是做什么？林知县呢？你们是谁？敢闯我河府？找死是不是？谁给你们的胆子到我李府闹事的？让林建华出来见我！阁老，此事有蹊跷呀！这孟原县离……阁老，林建华供出的21人已全部归案，府邸由潼关卫把控，请阁老移步前堂。来人，将刚刚出声怒骂之人张嘴20。
袁阁老饶命，小人知错了，再也不敢狂妄叫嚣，求阁老开恩，放过小人吧。城外难民饿殍面也，每日皆有数十人冻饿而亡，你们何曾给过他们一条生路？尔等坐视百姓流离失所，死于非命，粮之尽米，丧尽天良，不配为官，更不配为人。瞧瞧你们的熊样，丢不丢人？哼，袁可立又如何？我姐夫是宁国公管家，这笔生意是宁国公所安排。宁国公乃9000岁之地，连皇帝都要礼让3分，一个阁老而已，9000岁一句话都能让他滚蛋，我就站在这里了，再动我一个试试。过了今日，我一定会告诉宁国公，到时候我就动你了，你能怎么着？还宁国公？魏忠贤都死了，诛了9族，阉党都砍了几百人，你姐夫算啥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9000岁，权倾朝野，皇帝怎么可能杀他？说说，这人叫什么？姐夫是谁？大人，此人名叫徐一真，姐夫叫邓有田。我记住了，把他拉出去砍了，将头颅跟林建华的挂在一起。放开我！我姐夫是邓有田，你们杀了我，他必让你们血债血偿。袁阁老，我知错了，我愿意交出所得银两，另外再捐5000不5000担粮食。袁阁老，我一时财迷心窍，现在知错了，您放过我吧。钱、粮食我都可以给，您说个数。阁老，我愿意在城外搭一座粥棚，连续施粥3个月。阁老，我家是做纺织生意的，我愿意贡献2000套棉衣，帮助灾民。求求您放过我何家吧。彭指挥使，您帮忙求求情呀！将你们做的恶事写下来吧，给你们1刻钟时间，若是不写，老夫可就要用刑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位就是锦衣卫的总旗，锦衣卫的手段你们都清楚吧？写，大人，我这就写，我这就写。阁老，供词已收齐，请过目。阁老饶命，小人是受人胁迫，皆是旁人唆使所为。阁老明鉴，我一时糊涂犯错，从未苛待地方百姓。陛下赐老夫在陕西有便宜之权，尔等可知道？来人，将其拉出去问斩。抄家，男眷押往潼关苦役3年，女眷留城施粥。大人，求求您放过我，我家孩子才刚出生，还没来得及见我这个爹几面，求您看在孩子的份上，饶我一条命吧。闭嘴！城外多少孩子，多少家庭破碎，你可曾想过他们？你们还有脸在这里向本阁求饶？不杀你们，老夫都对不起身上这份官服，对不起陛下的信任，对不起城外那数千百姓。砍！彭早，你安排人去将刚刚这些人抄家了吧？粮食全都运到县城粮仓，其他家财全部运到县衙来。阁老放心，末将即刻安排人手清点抄家物资，粮食运至粮仓，家财封存县衙，绝不遗漏。潘巡检，你们县城有多少百姓？皇赐登记63000余人，大灾之后人口变动，如今难以确定。速将城内有存粮的人请来，本阁有要事相商。阁老放心，小人即刻前往，定将城内有存粮的富商士人悉数请来，绝不误事。阁老，孟原县这事儿有些蹊跷呀。那你说说怎么个蹊跷法？阁老，孟原县离潼关、渭南甚近，那粮府粮食更多，难民为何聚集于此下等县？其次，我们潼关渭距离孟原县不足30里，聚集了这么多难民，我们都不知道，这就很奇怪了。有什么奇怪的？刚刚那人不是说了吗？因为魏忠贤的缘故，
这里偏僻，朝廷也不会关注到。您这话勉强能解释，但晚辈觉有问题。阁老，粮仓有军阵抽查，孟元最近是潼关，恐其参与其中。这事不好说，老夫需要调查后再说。阁老，孟元城内的富商士绅都在门外候着了，让他们进来。我等见过袁阁老。陕西大旱，难民流离，朝廷调粮不及。今日请诸位前来，是想借诸位家中存粮应急，朝廷粮道必还。本阁替百姓谢过诸位。阁老，您想要多少粮食？本阁在此强调一下，是借，不是要，这点很重要。你们手中有多少粮食，越多越好。阁老，我许家存粮600担，家里有53口人，可以借出500担。阁老，我张家存粮320担。阁老，我家存粮280担，可借出200担，留些口粮供家人度日即可。回阁老，我家存粮450担，愿借出350担，尽微薄之力。阁老，所有富商士绅借粮数目已记录完毕，会组共计4000担，请阁老过目。徐一真等人已伏法，家产被抄，你们借出的粮食可选择现银或其房产补偿，土地除外。阁老，我等愿选房产店铺。对，房产店铺更实在，我也选这个。腾早，速派军卒将借粮、抄家粮干往城外周棚，确保灾民今日得食。崔明，看管受罚人员家属，监督女眷筹备施粥，不得懈怠。多亏了袁阁老，贪官被斩，粮食也到了，咱们总算能喘口气了。是啊，以后再也不用怕被盘剥，孩子们也能吃上热粥了。袁阁老为民做主，真是咱们孟元百姓的救星。袁阁老青天，袁阁老福寿安康。诸位乡亲，老夫袁可立，朝廷每日保大家1碗热粥，熬到开春便有救。但有闹事妨碍施粥者，定斩不饶，望遵令行事。谢阁老救命之恩，袁阁老真是青天大老爷。阁老，您终于到了。阁老，以白水为中心的18个县受灾，80万百姓受困，大旱引发民变，粮价暴涨，士绅商人无视禁令。锦衣卫白水军情急报，袁阁老可在？拿来。你们也看看吧。天启7年11月16日寅时，白水叛军袭击太原运粮队，烧粮4000担，劫走1200担，杀官兵127人。叛军去向，人数不明。